他们都说你跟王妃恩爱异常。我当然爱她，但是谁跟你说我只能爱一个人？讨厌。那桃花女一事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既然要娶你，那我自然已经找到替死之人了。待到事情全部结束之后，我自然会娶你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宋家长女宋柔天生桃花印，有祸国殃民之兆。7日后传其入宫验明桃花女真身，若属实，斩立决。王妃，您当真要顶替宋家长女的身份，那可是去送死的。王妃，老奴跟了您这么多年，今日斗胆以长辈的身份，最后劝您一劝。想当初，王爷力排众议，顶着先皇的压力，硬是迎娶身陷青楼的您，为此无缘太子之位，无诏不得回京。您如今做这种抉择，可曾想过王爷？惠姑，我知晓你是为我好，只是我心意已决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那所谓爱我入骨的男人躺在那桃花女身上，我又怎会如此决绝？程银，国师会在7日后至平阳城，亲手带回桃花女。知道了。程银，我来替死宋家女，可遂了你的愿。你将这些生契尽数还给他们，还有一些盘缠，让他们出府去吧。可我们只想留在夫人身边，好好伺候您。我被困在这镇远王府中，非死不得出。可你们不一样。夫人是想离开？谁要离开啊？阿英，谁要离开？院子中有些丫鬟，也到了该出府的年纪，我正张罗着给他们找个好去处呢。我还以为是阿英要走呢，想来也是不可能的。你若是走了，便是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追回来。程银，你记得你当初答应过我什么吗？程银，我虽出身清官，却也求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若负我，我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。我此生只会娶林婉英一人，也只会爱林婉英一人。我若是负你，天打雷！别说了，我信你不会负我。自然记得，阿英，此生我只爱你。这簪子衬你，待到事情全部结束之后，我自然会娶你。
王爷，宋小姐想见你。阿英，今晚晚归，不必等。当真要走？程野，乖，别闹。哦。顾程野，我信你那时真心赤诚，也信真心瞬息万变。再上一次药，这印记便可好了。王妃，您如今尚可回头，你要是走了，王爷会疯的。都清点班。何人敢在王府喧哗？惠国，你随我一同出去看看，便知道我为何执意要离开。是。长侍，见过王妃。这些是何物？是王爷给王妃准备的生辰礼。我这就把这些东西搬走，等生辰日一到，再给王妃献上。慢着，我打开它。这手法老奴识得。想当初，王爷放下身段做女工，就送了王妃亲手绣的香囊。是，他当真是爱惨了。王妃，这可是王爷给您准备的惊喜啊！王爷的心思不减当年呐。何物看不得？这竟是请封诰命的文书，爱才权，王爷真是把一颗心都按在王妃身上了。王妃，当真不回头？王妃，惠顾，这个诰命文书上写的到底是谁？王爷当真是将一颗真心安在了宋柔身上。阿英，你醒了。阿英，你有孕了。什么？太医跟我说你有孕了，1月又半，操劳过度，方才晕了过去。这段时间我哪儿也不去，就陪着你。是吗？程野，你最近在做什么呀？自然是你生辰宴的事宜。当真？阿英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做的这一切全是为了你。我这一生只爱你一人。我要见王爷！我要见王爷！王爷，有人寻你。估计是生辰宴管事的丫鬟，我去看看。孩子，你来的不是时候。听说林婉莹怀孕了。
那你娶我一事，是不是要拖延了？怎么会？一个子嗣而已。你那么爱他，怎么会是这样态度？唉，你们女人啊，一个爱字就能被骗得团团转。做我们这行的，最不该相信的便是爱情。婉英知道的，像我们这般出身的女子，能守住的太少了。多谢徐妈妈能够收留我们姐弟俩，未来婉英只想护好弟弟便够了。阿姐，我不想只当你的弟弟，等我长大后就娶你回去，一心一意呵护你。说好当初我来娶你，却没想你已经嫁给了顾成隐。也好，阿英幸福就好。后来阿双走失，徐妈妈病死，无依无靠之下，顾成隐出现。我此生只会娶林婉英一人，也只会爱林婉英一人。不过3年，就已物是人非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惠顾与我说，替死之人已经找好，大可放心了。找到了，那我告诉我爹去，他一定会让我们尽快成婚。给我好好盯着他，别让他再闹到王妃面前。是，王爷，王妃似乎有所察觉。他会理解我的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王妃傲骨，若是离开了王爷，我……他从那种地方出来能有多少？他那么爱我，不会离开我的。更何况他的身妻现在还留在王府，让他再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平阳城。是，我是答应过他，只爱他一人，可我也是不得已。等我娶了宋柔，吞并了宋国公的势力，到时候我再去向阿英请封，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，不会怪我的。哼，走，跟我去看看那个替死之人，此事不能有任何差错。是。阿英，王爷，方才那是练手丫头，非替死之人。替死之人在何处？他上有些事要处理，并不会有事。为何有些心慌？罢了，只要不是阿英就行。王爷派我来给王妃送药。王爷爱重王妃，当年夺嫡之争正盛，王爷为了王妃不惜自请封地，气得先帝卧榻3年都不曾召王爷入京。因他爱我，他愿意为我放弃一切。王妃如此自信，既无家族支持，也无名学识才，清官出身，怎能配得上王爷？那你得问他了。他根本就不需要你。宋小姐，
倘若他真的不需要我，你又何必来见我？你都知道了，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心思。这是安胎药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堕胎药。那本王妃便笑纳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王爷，怎么会有事？不是你让他来给我送安胎药的吗？是我糊涂了，忘了。这一碗凉了，我让溥仪再给你送一碗热的，再给你送些蜜饯。我们阿英吃不得苦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别再闹到阿英面前？放手！竟然还敢伤害阿英和她的孩子，看你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没有。王爷既然那么在乎他的孩子，可我送的就是安胎药，不信你去找太医查。毕竟也是我的血脉，刚才是我的脾气太暴了，是我对不住你。那个孩子还是不能留，我爹说了，我们的孩子得是嫡长子。王爷曾经为王妃做了那么多荒唐之事，我爹想要王爷用自己的孩子投诚，这没问题吧？一个青楼女子怎么能怀王爷的嫡子呢？王爷若是想要自己的血脉延续，我给王爷生便是。阿柔说的对，再忍忍，为了阿英，再忍忍。惠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是我身子不适，来请惠姑替我按揉一番。原来如此。这是你最爱的桃花糕。红袖姐姐，你别打了！红袖姐姐，别拦我，阿英，这孩子留不得，与其等着徐妈妈将我踢打流产，还不如我自己来。红袖姐姐，我帮你。我懂些药理，把马钱子磨成了粉，做成了桃花糕，徐妈妈不会发现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程隐，你还记得我遇见你之前我是做什么的？我经常会瞒着妈妈做些桃花糕给姐姐们吃，吃完后孩子便也不在了。尝尝我给你带的吧。顾程隐，你让我再次意识到你的心有多狠。
阿英，你怎么了？滚！别装了，顾城义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惠顾，帮我上最后一次药吧。王妃，这一切可就是生离死别了。除了这平阳城，还有几日的路程，总是能找到机会逃跑的。说是找不到的话，那便是我的命了。你当真不悔？不悔。年少只恨到缘浅，如今唯恐到缘深。陛下何苦跟我来这平阳城？如今桃花女就在顾晨莹的府邸，我等将她押解回京便是。我来看望一个故人。何人？桃花女。阿英，大胆！见到国师为何不跪？臣女宋柔拜见国师大人。阿英，是我负你。等这件事情结束，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好吗？我知道你还在怪我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今天是你生辰，莫要让王府失了面子。为何屋内毫无动静？阿英，王爷，国师已经到了。桃花女在逃逸途中被当街抓获，所以国师特意前来知会一声。那是惠顾找来的替死之人，都在计划之内，不必忧心。当务之急是去寻王妃。是。阿英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也不可能离开我。哦，王爷对王妃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，每年的生辰宴都如此。王爷王妃佳偶天成，这次连国师也来贺喜。好一个佳偶天成！好一个佳偶天成啊！也是巧了，本是来王府押解罪女，没想到刚好赶上了王妃的生辰，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！王妃生辰，加上抓获如此祸国妖女，果真是喜上加喜啊！哎，王爷，怎么只有你一人呢？王妃呢？王妃抱恙，稍后就到。哦。此女子身形怎如此熟悉？王爷可是舍不得这桃花女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容我便带走了，只怕王爷所愿皆成。告辞。阿英耳后也有这颗痣，难道站住！啊！阿英，王爷认错人了。让开！
英，怎么是你？王爷这般痴缠罪女，莫非是藏了什么阿杂心思？哼！国师慎言，宋家女深居简出，见过的人并不多。国师，别是抓错人。这就不劳烦王爷费心了。我还是费点心。若是身份有误，岂非我之过？不验明的话，那就都别走了。你，我来验明便是了。那就麻烦宋小姐摘下面。王爷，这可是最深之言。果真是桃花女。王爷可否放行？王爷，赶紧让人走吧，莫要误了大事。再折腾下去，万一替死一事暴露该如何？可此人当真像阿英？还劳烦宋小姐摘下面纱吧，叫我放心。顾承银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顾承银，你就非要如此纠缠？皇兄当真要动我的人？皇兄当真要动我的人？参见陛下。你不必行礼。阿双，平身。谢陛下。皇兄，你对朕的桃花女如此热切，可是动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？微臣不敢。那朕要带走桃花女，你可有异议？自是没有。那人，朕便带走了。与我走吧。果真是祸国妖女，仅仅一个照面，皇上就迷成了那个样子。这等妖女就该赶紧处死。现在事情已了，你我之间的婚事，过几日再说。究竟是不是阿英？王爷，王妃有消息了。王爷，王妃有消息了。当真？快带我去。也是，阿英那么爱我，怎么会离开我？当初春风楼走水，你于火海中消失，我原以为我们早已阴阳两隔，没想到阿双不仅好好长大了，还成了当今圣上。哎呦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真可怜。要不你跟我们回去吧。弟弟，我们走吧。我不要走！林伯母，我等庶民触怒宋家，难逃一死。娘跟许妈妈交好，她会照顾你们俩的。你们二人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那日走散后，我被安慰巡回，登基之时又逢党争动乱，不便与你相认。后又得知你嫁给了皇兄，就不忍饶你安宁。阿英，为何你成了这桃花女？此案本就是为打压宋家，却没想到将你牵扯其中。事已至此，阿英可愿与我离开？自是愿意。那皇兄，我与他早没有关系了。那阿英，你可愿嫁给我？那阿英，你可愿嫁给我？
阿双，我只当你是我弟弟。无妨，只要你留在我身边就好。阿英不通医理，为何要来这儿？难道是病了？你说阿英就在此处？是的，王爷。这家医馆极其偏僻，有下人看到这里出售王妃所做的桃花膏。既不是生病，那便是为了躲着我。看来这次得好好将人哄回去。你的拿好。来，谢谢。站住！把手上东西给我看看。这确实是阿英的手法。阿英怎么还和这等妓子混在一起？看来等会儿得好好教导她一番。何人来了？阿英，不要闹。你现在跟我回去，我就原谅你擅自出府。跟我走吧，阿英。怎么是你？参见王爷。我记得你曾是阿英在春风楼的姐姐。是。阿英人呢？阿英不在我这儿。信口雌黄，这桃花膏怎么回事？分明是王妃的手法。自然是阿英教我的。我们风尘女子身不由己，一旦有孕便是死路一条。幸亏阿英精通医理，将滑胎药融入这糕点之中。她离开后，我便接受了这门生计。程隐，你还记得我遇见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吗？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他没有抗拒那块糕点，他不想要留下我们的孩子。难道他真的决心要离开我了吗？王爷，不，他不会离开我的。他的身契被我从青楼赎回来，又扣在王府里，没有我的手谕，他过不了平阳城门这一关。阿英离不开我的，除非……与我走吧。不，那个人不可能是阿英，我得赶紧找到他。让人继续搜。是。阿英，你终究是忘了徐妈妈说过的话。好在，现在想来也不迟。王爷，你何时与我成婚？待我找到阿英之后，再聊这些，可以吗？让国公府打探打探林婉英去哪儿了，找到她，除之而后快。是。哼。难道是阿英回来了？阿英，惠姑，怎么是你？老奴只是帮王妃收拾一下卧房，这些事情自有专门的人来负责，根本轮不到的。你究竟在这里做什么？
哼，这些东西为何会出现在王妃的寝室？王爷恕罪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老奴，他不说，我来替他说。那替死之人就是林婉英。那替死之人就是林婉英。你说什么？国师在带他来王府之前，就先过了国公府的面。如今，她就是宋家长女，毋庸置疑的桃花女。为何国公府不早知会我？你舍得吗？他自己选择去送死，也全了您王爷爱妻的美名。一石二鸟的事情，你又何必介怀？你现在要做的是娶我，然后夺权。谁都可以替你去死，但是阿英不行。你们国公府上下几百口的人命，都比不上阿英的一根手指头。你带兵接王妃回家。顾成言，林婉英不会再回来了。你那么爱她，可是你不也辜负了与她的承诺吗？皇上借桃花之祸发难宋国公一党，替死之事一旦暴露，便是欺君之罪。现在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们死。阿英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们国公府一定走。你疯了！顾成言，你个疯子！阿英，你愿一死了之，都不愿与我在一起。阿英，该走了。好。阿英，等等我。阿英，走吧。再也不见了，顾成言。撤！撤！吁！何人敢在平阳城运此仪仗出行？回王爷，似乎是府衙的马车。罢了，先去找阿英。吁！不对，敢在平阳城以此仪仗出行的势力，除了王府，只剩下他此处的皇帝。是阿英，按住那个马车！吁！何人胆敢冲撞贵人？大胆！你可知教中何人？原来是王爷。叫马车上的人下来。这……给我让开！王爷，若是杀了这轿夫，沈某可就要亲自赶车了。到时延误桃花女一事，怕是不好交代。教内女眷不便见外人。阿英，同我回去。王爷，你认错人了。桃花女一事有误，国师莫要阻拦。
王爷的意思是说，我带走的不是桃花女宋柔，而是王妃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！此事我会负责的。王爷怕是负责不起。找死！王爷，王爷，阿英，与我回去，可好？我只想你尚未原谅我，你跟我回去后，我与你好好解释。王爷，你确定要将此人带回去吗？自然。阿英，阿英，是谁？奴婢是国师大人的随身丫鬟。耍我！殿下言重了，我早说过，这里没有你口中的阿英。桃花女与陛下早已离去，沈某懒散，不愿赶路，这才被王爷莫名其妙拦下。撤！陛下，停下！怎么？我们策马出城，顾成银他很快就会追过来，我不想再生事端。好，你我二人乘快马先走，留沈九拖住皇兄。多谢陛下。王爷，桃花女去意已决，何必强求？我偏要请求。骑兵前往京城。王爷，无令回京，本就有违诏命，还骑兵？这不是把把柄送到别人的手上吗？无妨，传话给母妃，让她务必保住桃花女。阿英，你先暂住在此院，有事吩咐洛英即可。林姑娘，谢陛下。哎，你我之间不必多礼，无外人在时，你便叫我阿双。好。我虽顶替了罪女身份，但保住了性命。那往后便好好活下去吧。陛下居然将那桃花女纳入了后宫，不是要将其杀头吗？不行，得赶快给王爷送信去。撤！王爷！参见王爷。说，桃花女无性命之忧，只是啥？只是陛下将其纳入了后宫。什么？无碍，只要阿英活着便好。至于后宫，就认算。姑娘，现在宫中流言四起，您最好不要离开此处，免得有心之人算计。陛下呢？陛下日理万机，虽有心为姑娘处理，但也因着宋家而有所忌惮。我既已过了宋家的明面，亦无亲人作证，那我现在便是无可辩驳的宋家女。阿双要是强行为我洗脱罪名，怕是不妥。阿英可是在想我？阿双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便来了。宫中那些乱嚼舌根的人已经被我全部处理了。我只是担心此事会影响到你的声誉。无妨，自我登基以来，朝臣就有不满。阿双何必妄自菲薄？朱明在你的治理下，可谓和亲海晏。总之，阿英不用担心我。阿英，我们之间……陛下，民女确无其他心思。好，阿英，我会一直等你。哼，那个女人居然是林婉英！顾成英这个混账！
王爷这是传了什么密信，竟惹得太妃娘娘如此动怒？皇帝带回来那个女人是林婉英，我的这个好儿子居然因此无诏回京，还让本宫护好那个女人的性命。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当初程银为了这个林婉英退出了太子之争，本宫送去的世家贵女也都被他一一送出城。王爷重情重义，哼，皇家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痴情种。明珠这就派人去将罪女诛杀，也不伤害你与王爷的母子情谊。哼，还是明珠懂事。罢了，既然是罪女，又何必脏我们的手？让她死于天罚，岂不更好？到时候皇帝即便要追查，也没有由头。走，咱们去看看我的那个好儿媳，顺道送她下地狱。鱼，很快便能见到你了，阿英。洛英，皇帝竟然将他的贴身侍女都赐给了你，好儿媳，你可真是有本事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大胆！见到皇贵太妃娘娘还不行礼？皇贵太妃，顾成银的母妃。陛下赐民女犯败不明，想来皇贵太妃是越不过陛下的。你倒是巧舌如簧。太妃娘娘，当初我与顾成银成婚，您从未出现，而今我与他已毫无关系，您又何必刁难？当然是不想让程银再错下去。难道顾成银追来皇城了？放开！只有你死，我儿子才能死心。吁，你们几个随我入城，剩下的听我号令。是。阿英，等我。撤。你若杀了我，陛下定会治罪。哼，之前有程银护着，我动不得你，可现下你成了桃花女，我纵然是将你千刀万剐，也无人可指摘。若是洛英去报信，别想了，本宫不会让这丫头出去给皇帝通风报信。陛下，你要的胭脂已经从东域快马加鞭给您运来了。好，随朕去偏院给阿英一个惊喜。是，阿英一定会喜欢这胭脂的。太妃娘娘，你想如何？放心，你不会死在本宫手上，毕竟本宫人善。可也正因为本宫人善，绝不允许你这妖妃蛊惑皇帝心智，所以本宫决定替天行道，将你这罪女押至祭天台，由祭天贵动刑。陛下，您放心吧，姑娘有陛下的心腹照拂，处处妥当，不会有什么大差采。都离开顾成银了，还要因他而受伤害？别想着求救，皇帝近日公务繁忙，可没空来你这儿。陈高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陈高，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？回陛下，并无什么声音呢。那应当是我听错了。走吧。是。请天罚。
禁欲的小手是姬天国的声音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会不会是那桃花女？难道陛下真的要处决那罪女了？情况紧急，诸民律令，听闻鼓声的官吏都得前去观审法。那走吧。阿英，陛下，阿英人呢？陛下，林姑娘在祭天台。何事惊动祭天谷？难道应当不是阿英？母妃定将阿英好好护着。这女子就是桃花女，这等祸国妖女就该赶紧处死。此女天生桃花印，乃是红颜祸水之兆，现押上祭天台，验明桃花女真身，授以丁刑示众。好妖艳的桃花印！看着江下陛下，阿双必定被惊动了，他一定会赶过来。起雕！参见王爷。王爷怎么在这儿？不清楚啊。咱们赶紧去祭天台吧。现今的祭天台上啊，真的是那桃花女啊！站住！哪能有假？那可是皇贵太妃亲自押到祭天台的呀！站住！王爷何事啊？你们刚才说什么？我们正要赶去祭天台，听闻皇贵太妃正要对桃花女施行，非要杀阿英，去祭天台。老实待着。慢着！将封口布拿开，容百官闻此罪女哀嚎之声，以正视听，以儆效尤。你倒是有骨气，竟然一声不吭。多谢夸奖。希望你接下来依旧这么嘴硬。皇太贵妃请王爷去寝宫一叙。母妃在寝宫。是。那祭天台上是何人？回禀王爷，是青天剑一小吏，妖言惑众，无足挂齿。好。此钉有3根，视为锁住3魂。等接下来的2根入体，再暴晒3日，方算完成身法。原来祭天台就这等用处，着实残忍。此等罪孽，说不定死后会有冤魂作祟，自然要以祭天台镇压。是啊。今日你必死无疑。也罢，誓言明言。阿双，
怎么是你？阿双是谁？你在喊哪个男人？我带你回家。我不是找人去拦住他了吗？去接王妃。程音，你在闹什么？此女现在是桃花罪女，你且速速离开！王爷，你杀人了！杀人了！阿英，我会为你复仇的。要杀我的人是你的母妃，你会为我杀了她。我带你回家。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轻易许诺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现在为你拔电，你要是疼就喊出来。程音，不要一错再错下去！阿英，等我处理完这些人，我接你回家。阿英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已不再是你的王妃，你不要再……阿英，你此生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妻。不要想着离开我。顾成音，我不要你了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这事由不得你。程音，阿英，姑娘，你醒了，我去给你端药。阿英，醒了便好。顾成英无诏回京，暂时被关在地牢之中，伤口已有太医处理。皇贵太妃被褫夺封号，现被关在冷宫之中。现在外面都在传我被美色所迷，婚姻无度，倒也不是谣传。陛下，你莫要调侃我。顾成言，他会死。我虽然也很想他死，但可惜不会。为何？宋家以丹书铁券为由，请求赦免顾成言，不日便将遣回平阳城。宋家的丹书铁券为何能给顾成言使用？因为真正的宋柔要带着丹书铁券嫁。也是，他二人情投意合，倒也不意外。宋家和王府结亲，不只是因为宋柔爱慕顾成言，更多的是宋家的狼子野心。三皇兄虽被封为镇远王，看似远离朝廷，实则暗器遍布。宋国公府累代功勋早就不满于君上臣下，
这两者一旦合谋，阿英，到时候我怕是护不住你了。我替死桃花女，本就是阴差阳错才活了下来，亦未敢奢求往后顺遂。不，我要你好好活着，我会护你一世。可如今朝堂局势尚可逆转，只是阿英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可知道林伯母是怎么死的？他会照顾你们两个的，你们二人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自我登基之后，林家一事我便派人仔细探查。大人，七皇子最后一次是出现在这儿，之后便再无踪迹。继续搜，我宋家要扶持三皇子上位，柔儿嫁于三皇子后便是皇后，所以七皇子必须死。谁？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林家一个活口都不留。你会遭天谴的！上至八旬老妇，下至满月孩童，满门活口，独留我一人。林伯母听到宋风的阴谋之后，只来得及将你我托付到春风楼，所以是宋家屠了我满门。当年我被暗害后流落民间，其他兄弟纷纷遇害，只有三皇兄顾成云安然无恙。想必便是宋家的手笔，都怪我害了林家。宋家灭我林家，并非是因为你，你无需自责。只可惜我只能通过这一星半点的证据推算出当年的真相，实证皆被宋家销毁，定不了罪。母亲，父亲，后续的事情你也差不多知晓。我被找到后便登基成帝，三皇兄为了阿英你，赐封为镇远王。真是荒谬！陛下，我要为我爹娘报仇，为我枉死的林家满门报仇。宋家势大，根深叶茂，我轻易动不得。现如今宋家狗急跳墙，与顾成英合谋，或许是个机会。阿英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利用顾成英对你的爱，杀了他。若不是我宋家，你早就死了。当初你我耳鬓厮磨，你不也乐在其中吗？不过是肉欲贪念，你若不是宋家之女，也轮不到你。那又如何？你现在要娶的人是我，你只有我。当初你我二人尚有婚约，可你不惜为了一个清官，竟然放弃一切，枉费了我宋家为你铺下的大好前程。可你贪心不足，如今又找回宋家，想要重回权力中心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啊！我若是不贪，哪有你们宋家跳脚的余地？可是呀，你现在没得选择，只能娶我。程莹呀，你要是坚定的爱我该多好，我不会像林婉英一样抛弃你的。你没资格说的。你们宋家若是助我登基，这皇后之位必然是你的。你有如此算盘，在这跟我讲什么一往情深？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如今宋党造势，桎梏朝纲，昏君之名颇盛，我朱明国可不需要一个昏君。宋家又有兵符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只差一个天时。何意？10亿。好，只要能抢回阿英，什么手段都无所谓。
时义凶猛，朝廷应对不及，死伤无数。真是有天不利，老天爷要亡我们呀！只怕这是人祸。狗皇帝昏庸无能，一定是被那桃花女蒙蔽了心智，才让老天降下神罚呀！是啊，狗皇帝，宋家四处散播谣言，称时义是因陛下耽于桃花女美色而起，各处有叛军起事，打的就是献祭桃花女的名号，实则是在暗指陛下。姑娘，万事要小心。那有吃粥的，快去排队，有吃的了。让苏一仙发粥了，终于有吃的了，马上就到我们了。谢谢大善人，好人。历代皇权更迭，总要师出有名。宋家这个名，左右不过战乱瘟疫。我能想出桃花女一计，他们也能造出个救世圣女，但看如何运作了。哎呀，宋家一旦成功，林伯父和林伯母的仇便再也报不了了。果真如阿双猜测那般，我得让宋家这一棋落败啊！姑娘，我们该走了。王爷来了，多谢王爷和宋一仙救命之恩呐！多谢宋一仙。不看漏啊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沈腾？哟，还是巧娘子，看样子家里很有钱吧？放肆！隆恩宝剑，你是皇帝的人。给皇帝的走狗！可不我们死活！你们凭什么吃饱穿暖？是啊，凭什么？走狗！凭什么？走狗！杀人了！皇帝滥杀无辜了，还有没有给人理啊？不欢迎你们！走开！我请姑娘，陛下的人应当马上就到。快滚！洛阳！停什么？凭什么？顾承言，我好不容易积攒的名声。姑娘，我等来迟了。哎呀，等来见。你我早已分道扬镳，终究是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阿英，你歇会儿吧，这药渣待会儿再分析也不迟。红袖姐姐，其实这病并不难治，只是有一味药材奇诡，我很快就能治出解药，早一日便少死些人。少时跟着阿娘学医，如今也算是派上了大用场。罢了，我也劝不动你，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啊。宋柔派送的药皆是治标不治本，于医症无益。死的人越多，宋家救世主的名头便越大。宋柔想要在灾民彻底绝望之际拿出解药，从此将自己捧上高位。届时顾承言逼宫，也是人心所向，真是算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再聪明的人，也会算有一策。
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我这身体多亏了姑娘的药啊。我这癔症也全好了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是我该感谢您才是。我这味药从未在人身上进行过实验，不明药性，多感谢您帮我证明了这药有效。解药有效，想来消息应当传到了宋柔耳中，宋家还坐得住吗？何人在此弄虚作假？来，谢谢宋医仙，谢谢。给，多谢宋医仙。太好了，给，谢谢。有些好笑。什么？居然有人研究出了解药？不行，不能让此人破坏我的计划。何人在此弄虚作假？又是你！你是怎么研制出解药的？你不就是一个妓子吗？宋小姐井底之蛙，不知道的事情自然很多。你觉得你动得了我？宋小姐，这救世主的名，你担当不起。我自然担得起。我们走。阿英，我不懂你们的弯弯绕绕，但是我知道你肯定在做很危险的事情。答应我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，红袖姐姐，放心。爹，怎么了，柔儿？何故如此慌张啊？那研究出癔症的巫医呢？我要解药。解药？癔症尚未扩散，民间反抗尚不成气候。你的一线之名呢也不大，为何忽然要解药啊？因为林婉衣研制出了解药。什么？要是被他揽了名声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好。宋小姐，这是药方，你饶我一命。哼，去死吧！药方给过去了，幸不辱命。想活着就把这个交给宋柔。姑娘，果真如您料想的那般，宋柔很快就将那解药药方散播出去。现在人人都称其为再世医仙。看来宋家应当也急了，想必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传来。姑娘，有新的消息。姑娘果真料事如神。明日宋柔将与过程银举办成婚大典。多亏了王爷和宋姑娘，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挨过去啊！哎呀，是啊，听说这位宋姑娘从小被宋国公养在庄子上，这才接回来，师从名医，医术精湛，简直就是再世医仙呐！是啊，是啊，承蒙各位来光顾小女与王爷的和解之礼，时宜刚过，以喜充会，大家莫要拘束。好。昔日王爷助小女研制出解药，谁不念王爷呕心沥血？姑娘算无一策，宋柔果然迫不及待想与王爷成婚，将时宜尽散的功劳全都安在他二人身上。尤其是王爷，本就chỉ差一步变成天子，现在更是民心所向。宋柔确实好计策，再好的计谋又如何，还不是都在姑娘您的算计之内？且等着继续看吧。真是
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是议政还没好啊？老人家，您这是？这怎么？这就是议政啊！绝对是议政，怎么可能？不是说送一天的药能治议政吗？啊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是议政之兆。怎么可能？明明解药已经派发下去了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！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啊！救救我们！怎么回事？难道解药有问题？姑娘，他们当真犯了议政吗？这药方只可缓解议政，不可根治。宋柔就会这样坐以待毙吗？自是不会。他应当会顺势将议政之责推到陛下头上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演一出好戏。难道解药有问题？不管了，只能这样。诸位莫慌，药方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大家现在没有康复，全来当今圣上包庇桃花女。当今圣上可真是糊涂！哎呀，我家族还有妻小，万万不能死于此啊！既然陛下不能为民考虑，那还不如反了！反了！反了！陛下有令，捉拿桃花醉女，于祭祀台诛杀。这是何意？桃花醉女畏罪潜逃，藏于此处。陛下心系百姓，命我等前来捉拿，于祭祀台诛杀。望众神保佑诸民国百姓。那他人呢？自是在此处。给我拿下！洛英不负陛下所托，将桃花女缉拿。哎呦，程爷，你要过去救她，我们就都毁了。皇上和林婉英的关系并不会轻易伤害她，不要过去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，又是林婉英坏了我们的计划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确定阿英的安危。你疯了！你现在去了就是瓮中捉鳖。阿英若是无事，我自不会暴露踪迹；若是阿英出了事，皇帝喜欢林婉英，她不会有危险的。当初我能为了权势背弃阿英与你私火，顾超兰那个家伙就不能为了万民所向杀了阿英吗？阿英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不用你说，我自会提着顾超兰的脑袋回来。撤！撤！撤！吁！祭天鼓又响了，这次还是要杀那个桃花醉女。桃花醉女上次不是已经被处死了吗？怎么还要再杀一次啊？上次没有杀成，最后畏罪潜逃，惹得龙颜大怒啊！好，这次他一定逃不了了。上次那个人该不会还会来救他吧？来得正好，一并处死。竟敢包庇醉女，真是罪该万死。超兰当真要杀了阿英？祭天贵已死，便赐醉女鸩酒一碗，送她上路。住手！不必阻拦皇兄。
哎呀！看见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居然真的杀了他！一介罪女，杀便杀了，以一人之身以济苍生，是他的命。我杀了你！杀了他的不是我，而是你，是你让他成了这桃花女。这并非我所愿，也是你们合谋造出实意，逼得天下容不得阿英。这一切的源头是你，是你不满实权，勾结宋家意图谋反，最后还是你违背了与阿英的诺言，却又不肯放他离开，将他逼上绝路。江山和美人你都想要，顾成隐，你也太贪心了。将人押下去。今日辛苦阿英了。这本就在计划之内。时意已经得到控制，宋家的算盘算是落了空。至于顾成隐，他已被拿下，无照携甲进京，宋家没有第二个丹书铁券可以救他，你可要杀了他。这一切由陛下做主。也好，那便让他先活着吧。为何？我可不想给自己留下一个情敌，只是他现在活着更有价值。陛下莫要开玩笑，我与他早没有关系了。区一个巫医案，扳不倒宋家。你是想借顾成隐的手？阿英聪慧，就算我的死和宋家有关系，他也未必会出手。即便出手，也不至于伤及无辜。顾成隐心思深沉，难以控制。顾成隐如今的憎恨冤怼，可能不足以和宋家搏命。但若是阿英有机会复活呢？阿英最后的遗愿，便是放你离开。是你杀了阿英，纵然你说的再好，也是你亲手将她押上了祭天台，给她灌上了毒酒。不是，是阿英自己要上的祭天台，也是阿英自己求来的毒药。不可能！他一心求死，只因你和宋家将他逼上了绝路，怪不得我。将人放走吧。宋家，哼！王爷，虽然时议一事未成胜局，但我们亦未有损失。皇帝的名声再高又如何？终究是动不了我们。只要我们继续筹划，助王爷您登上龙位，便可为林婉英复仇。林婉英死于皇帝之手，为何他反应如此平静？你说的对，我得为阿英报仇。我这就回府与父亲商议。王爷，莫要让我们失误。是。王爷，就是此人在王府周围鬼鬼祟祟。你是何人？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小人是研制10亿的巫医。那宋家本答应我，事成之后赏黄金1万两，却没想到换成了杀人灭口。如今走投无路，特地来求王爷庇护。据本王所知，你给宋柔的药是假。小人总得为自己筹谋，若非宋家图穷匕现，我自当将真正的药方献上。本王知道你是受意前来，但是无妨。顾朝兰的意思与我不谋而合，本王不会杀你。他不想脏了自己的手，我来做。宋家，我自会处理。
你回去告诉皇母，程银发妻尸骨未归，入关不得，他也别想高枕无忧。哎，大人、小姐，王爷带着一巫医上门求见。定是抓住了之前的庸医，来交给我们处置。王爷虽然痴缠，但那女人已经死了，现下想必是想开了，全心与我们合作。王爷可是在侧厅，你将然……小姐，王爷不在侧厅，在国公府大门。他命我来请大人和小姐前去观一出好戏。一出好戏也罢，去看看。哦，程银，什么好戏？特地叫我们出来？自然是宋家命巫医研制石医一事。什么？这石医是宋家研制的？王爷可不要胡言呐！大家都来看啊！就是宋国公让我来研制石医的，我若不听，他便要杀了我！对，千万不要再让宋家毛病下去了！放进天良，放进天良！住手！都住手！此事定要误会！我宋家上下一心为了助民国祚，怎会行如此龌龊之事？来人，将这个妖言惑众的混蛋给我拿下！此事就不劳烦宋国公费心了，这人我定会交给陛下。王爷，你是要和国公府决裂吗？别忘了你我二人之间还尚有婚约。那日大婚并未落成，你我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等会儿，那就交给陛下定夺。我宋家问心无愧。果然，宋家早有准备，仅凭巫医的一面之词，根本办不到宋家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自然是添上一把火。海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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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绝对没有看错，是阿英，阿英，非礼呀！姑娘，为何要惊动王爷？你险些暴露。自然是让顾成隐品尝一下失而复得的滋味，不刺激，不疯魔，不疯魔，不成活。若是阿英能回来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愿意。王爷，你喝茶。阿英，王爷，您认错人了，奴婢是新入府的丫鬟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贴身服侍。是。姑娘，镇远王近来对我颇为信任。王爷思虑深重，求药舒心，日渐上瘾，无人阻止。长期使用下去，王爷便会精神恍惚、暴躁易怒，最后气急攻心，七窍流血。我并未加以阻止。辛苦了，你先回王府待命吧。是。之前陛下以往在王府中安插人手，皆是失败，还得是姑娘善用人手。白河与我有5分相像，现如今顾成银正陷在对我的愧疚当中，所以这5分相像也就有了8分，他下意识也就不会有了防备。想当初王爷也是天之骄子，如今风勇不在，
姑娘可服心疼。罗英，是陛下让你问我的吗？姑娘恕罪。无妨，起来吧。谈何心疼？顾承言本质上爱的依旧是他自己，否则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。他如今所表现出来的爱，只是在迷死他自己而已。宋家现在身败名裂，顾承言虽想为林姑娘复仇，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对宋家赶尽杀绝。是时候再出一道预言了。哦，宋家若亡，我便可活。国师，你说顾承言该如何做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宋国公府于桃花女一案中偷梁换柱、欺上瞒下、罔顾人命，致诸民国辅佐于无误，限期7日内献出真正的桃花女。哎，真不是，又是宋家。上次11就是宋家搞的鬼。是啊，赶紧让宋家把真正的桃花女交出来呀！就是啊，交出来，交出来！以后还不知道会生出多少祸事。对呀，对呀，交出来！对呀，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国师有何贵干？王爷，现在有一法子可以复活王妃。你说什么？如今我宋家的名声已跌落谷底，皇上将桃花女一事挑明，除了能败坏我家名声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哼，既然我逃得了第一次，自然也就有第二次。皇帝忌惮我宋家手中的实权，并不会纠缠不休，但此举意欲何为呢？可能是想故意恶心我们吧。罢了，等到时候再找一个桃花女便是了。大人，那王爷他又来了，他又要做什么呢？杀你们来了！你这是……爹！顾承言，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来抓桃花女的。你疯了！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我会好好护着你，直到将你送上禁天台，用你的命来换阿英的命，值了。用我的命换林婉英，你这种坏东西！为何不信？你本身就是桃花女，我只要把你送进祭天台，阿英就能复活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只能相信，这是我日思夜想所求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把嘴闭上！他已经死了！让你把嘴闭上！你现在就杀了我呀！我晕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只要把你送去祭天台，阿英就能复活，到时候一切自然明了。阿英，等我。王爷，一到皇城，可否要在先休整？不用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王爷，看在你我相识多年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我梳妆打扮一番，算全了我的体面？王爷，宋姑娘呕吐症状越发严重，她恳请王爷替她请个医师。
罢了，知情吧。是。可是宋姑娘，客从何处来？南山采菊归。是你，你是我宋家的人。去朝我爹的部下，告诉他们速速来救我。女姑娘，拿到了。根据这张纸条追查，宋家所有余孽一个不留。你是谁？你假死只为吸引顾承言注意，你真是放算计！事到如今你还这般想，可真是愚蠢。10年前，有一老妇曾误听了宋风谋害皇嗣之事，然后被他满门灭口。你可知道？你是那家活下来的人。是，所以如今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是你，一切都是你的算计。姑娘，她有孕了。当年我林氏全族都死于你父亲之手，如今这祭天台便是你们宋家血脉的埋骨处。姑娘，我们该走了。朝王拜寇罢了，用当年的旧事当幌子，你可真是虚伪至极。于你们而言，万事万物不过是权势变交时，可于我而言，我从始至终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家，先是与爹娘在一起的家，再是与顾承言在一起的家，最后都没了。王爷，宋姑娘房内似乎有争执声，去看看。将人捆上。是。林婉莹，她还活着。说什么？她家在哪儿？不信你去看。我看你真是大胆，竟敢拿她与我开玩笑！怎么办？把她给我绑下去。是。顾承言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们都落入了林婉莹的圈套，这一切都是她的算计。你杀了我，很快你也会死。你会后悔的，顾承言，我还还了。我早把他嘴堵上。顾承言。你把顾承言给我找来。区罪女，你有什么资格见王爷？放肆！你敢这般和我说话？宋国公府满门被抄，早已不复圣域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满门被抄？是啊，满门活口一个未留。去找顾承言，就说挨了他的孩子。你是来救我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当初你让我喂给阿英吃的那个桃花膏。承言，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。阿英怀的也是我的孩子。既然你不想吃桃花膏，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。你要做什么？顾承言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是来嘲笑我的？并不。
这是什么？堕胎药？前几日顾长云已经把我的孩子生生打了，你真是多此一举。这是保你命的药，至少你现在还不到死的时候。林婉英，没想到最后是你来救我。是我算计了你，2日之后依旧是你的死期。无所谓了，求1日也是求，但我依旧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。这王拜哥自我如此，你要是在我的地位，不一定做得比我好。我无意与你争高低，但是你赢。我们其实都没有赢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兹念宋国公虽铸大错，仍不掩其功，特加恩恤。其罪女宋柔，原拟丁家铺日之刑，着及敕右，赐鸩酒1杯，全其体肤，以彰诸明慎行之典。钦此。陛下圣明。宋柔死了，阿英就会回来。罪女已伏诛。诸位辛苦，予以休沐3日。多谢陛下。等一下，我的阿英呢？朕怎么听不懂皇兄在说什么？你耍我！护驾，快护驾！陛下，陛下，不必惊慌，诸位爱卿先行退下。若是见不到阿英，今日就算是死，我也不同你一块。你，不必动手，他以命不求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白河是朕的人，你既然如此喜欢此物，白河便为你多添了几分忌讳。什么白河？白河和阿英长得有5分相像，你对阿英思念至极，留下白河实属正常。何物如此香？奴婢给王爷的衣物都熏了静气安神的草药，配上香囊，定能让王爷心神宁静。有心了。你总是如此随心所欲，害人害己。就算今日你出得了这祭天台，你也没几日好活了。我还要多谢皇兄，替我铲除了宋家这一不对。陛下当心！阿英，阿英，你回来了。阿英，何必装神了？你不就是在逼着我净身吗？国师有何贵干？王爷，现在有一法子可以复活我。说什么？现下只要真正的桃花女伏诛，枉死的林婉英便可以复活。你们这是在逼我对宋家出手？端看王爷还想不想要王妃回来了。阿英没死，
对不对？林姑娘死没死，全赖王爷的选择。好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。你我早没有关系，顾城。若你往后肯自动贬为庶人，发配边疆，我可以把解神药的药给你。阿英，陛下，他已经对你构不成威胁。阿英说什么便是什么。沦为庶民也好过死无葬身之地。滚吧！做梦！阿英，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既不能同生，就共死，岂不美哉？你冷静，你说你要什么？只要你放了阿英，我要你退位，我要你放弃这权势江山，你可愿意？你看，只有我才愿意为你放弃一切，放弃所有权势。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人。顾朝兰，他一直都是在利用你。这与我有何干系？顾成隐，早在我亲眼目睹你与宋柔死毁之际，我就对感情再不抱希望。阿英，我那都是权宜之计，我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个。于我而言无差，顾成隐，你不要再虚张声势了。你的身体状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你现在是强弩之末，答应我的条件，陛下会放你离开的。做梦！我死都要缠着你。好吧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这是解神药的解药，你拿着，离开吧。那你呢？与你无关。不，不能同生，那就共死。小心！阿英。哎呀，我与其死在黄泉下，还不如死在你怀里。我怎会伤害你呢？若还有来世，你可还愿做我的妻？不必回答，我知晓答案。阿英，此生是我负你。阿英，陛下怎么来了？阿英，何苦与我生疏至此？从你将我视为扳倒顾成隐的一枚棋子时，你就该料想到我如今的态度。阿英，我从未怪罪于你。陛下帮我报仇雪恨，我很感激。只是陛下，如今宋国公府和镇远王府两大势力皆已铲除，你可以稳居朝堂之上，也算婉英投桃报李。从此你我二人互不相欠。何至于此？你我所求不同，就该如此。陛下，请回吧。
春天到了，